一女教师，年近40，当年上师范时，一天饭后与一男生在外面散步，路上偶识他人丢失的结婚证，两人都不好意思的脸红了。怎知2年后，这2位竟然成了夫妻。这是他婚后与同学们谈到的，说当时他俩连恋爱的关系都没有。一天夜晚，我跟同事一起值班，同事问道：“我想做眉山市光明牛奶总代理商，你看如何？”我看了看四周，当时是晚上，室内只有暗淡的日光灯，白天才光明，晚上只有光线，光明不起来。于是我对他说：“此事前景不妙，生意不好做，利润微薄。”结果做了2年，人很累，利润很薄，只好转手。大家在一起吃饭，一朋友说他老婆又怀孕了，不知道是男是女。此时女服务员走进来，于是我说是女孩儿，后来果然是个女孩儿。一朋友电话问父亲病情，之前我知道他父亲已经住院了，并且病得很重。我看了看时间，18:15，刚好在酉时，17到19点之间。我说赶紧准备后事吧。原因，酉时的酉像西天的西，同时酉又代表西方，并且酉是对卦，对是嘴巴，死人的时候都会哭哭啼啼。另外，当时我正在一个叫日升的店铺边上，日为太阳，为钱，为老人，为父亲，升为升天，连起来意思就是老人升天的意思。没过几天，老人去世了。有个客户打来电话，问他母亲的病什么时候好。这时候刚好外面由于出殡的哀乐，于是我大胆地说：“你母亲好不了了。”结果真的去世了。辛巳年秋，一朋友打坏了人，怕被抓，想出去躲几天。当他刚上汽车的时候，车胎却爆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1. 消息泄露，跑了不好。2. 车胎爆，修理就可以用了，说明问题不大，人受伤不严重，不用跑。3. 汽车轮子就好比人的腿，轮子爆了，车子就跑不了了。一人拿来18字，甲子年月日时，突然一只猫跳了出来，于是马上判断此人死了。果然，子年未属，猫是老鼠，正在黑板上给学生讲一个8字呢。结果上来一个同学帮老师擦黑板，结果不小心就把这个8字给擦掉了。于是有人就判断此人已经死了。一问果然死了，一个8字代表一个人，8字被擦掉了，意味着人没了。某人再给人断卦，发现某年有伤灾，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伤。正在冥思苦想之际，旁边有人拉着一车子黑皮橡皮管子过来，于是马上说是被毒蛇咬伤。果然如此。一富商在外地做生意，忽然接到家里书信，告知母病速归，于是去找街上测字的师傅帮看看。当时天色已晚，夜深人静，富商紧赶慢赶，气喘吁吁地来到测字师傅家外面，乒乒乓乓的就开始敲门，一边敲门一边喊开门。狗圈里面狗也在不停地叫唤。很快，楼上的窗户打开了。测字师傅问什么事，富商说老母病重，不知道现在如何。测字师傅说没治了，死了，快回去吧。富商勃然大怒，我还没测字呢，你就说人已经死了，你什么意思？给我说清楚，不然跟你没完。测字师傅解释道，我们2个人说话，这就是2只口，下面还有一只狗在叫，狗是犬，上面2个口，下面一只犬，这不是一个哭字吗？人都死了还不哭吗？富商无话可说，只得赶紧往家里面赶。果然，老母已病逝多时了。在过去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伴随着中国人的进化史，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易经，也经历了从迷信鬼神的巫术到主动寻求改变的占卜术，从主动寻求改变的占卜术再到探索人生规律的社会科学的自然演变。在现代社会，卜术已经基本消失殆尽了。
而古老的占卜术虽然已经大不如从前风光，但是仍然还在艰难地活着，还在某些人心中仍然拥有着市场。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发现易经占卜术并非完全一无是处，而是有它内在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通俗的解释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用物理学理论来解释，就叫做电磁感应，同频共振。通过仔细研究大量的实例，我们发现占卜术本质上并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模拟现实。也就是说，占卜术通过自己特殊的方式，用卦象，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式，但是卦象是最常用，也是最典型的模拟方式。所以这里用卦象来说明，来模拟现实。先通过特定的方式得出一个能够模拟现实的卦象，然后通过分析这个卦象，我们就能对现实的事物发展方向，主要是眼前的和短期的事情，做出合理的推断。这样我们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合乎现实的结论。这样的例子在易经几千年的占卜历史之中，经常能被证明行之有效。这也就是易经占卜术能够流传几千年而不绝的根本原因。如果还有人不能理解易经占卜术是怎么用卦象来模拟现实状况的，那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凡是行军打仗，都离不开军用地图，尤其是军用的沙盘，也就是沙盘地形模拟图。通过在沙盘上模拟敌我双方的各自位置，彼此之间的兵力、火力、装备的投放部署，然后制定出合理的对策，争取战胜敌人，赢得胜利。这点是很容易理解的。而易经占卜术所使用的用卦象来模拟现实，其实跟用沙盘来模拟战场形势本质上非常类似。举一个例子，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火车、飞机可以提高我们的移动速度，显微镜、夜视仪和望远镜可以提高我们的视力，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去干大量重复性的又枯燥又乏味的事情，狗可以提高我们的嗅觉。与此类似，用易经占卜术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看到用常规方法难以发现和觉察的东西，帮助我们更好地观察世界，尽量做到知己知彼。比如两军对垒，在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我方指挥员认为现在可以发起进攻，给敌人致命一击。也许当时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别急，咱们还是先用易经占卜术来模拟一下战场态势。结果卦象显示大凶，必败无疑。于是我方派人仔细调查，结果发现在昨天夜里，敌人得到了大量增援，力量大增。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发动进攻，结果很有可能惨败，甚至全军覆没。想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手心冒汗，脊背发凉，胆战心惊。而这只是易经占卜术的具体应用之一，只要运用得当，易经占卜术不但可以模拟战场形态，为指挥员提供决策依据，更可以应用在生活之中的方方面面。比如帮失主找东西，帮年轻人找对象，帮人提前预测考试成绩、应聘结果、做生意的谈判结果。比赛胜负人靠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来观察世界。所有这些信息汇聚到大脑，通过大脑的综合分析，最后我们会得出一个感觉。依靠这个感觉，我们就能对事物做出相应的判断。其实，使用易经卦象来模拟现实，说穿了也是为了得到一种感觉。通过这种不同于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的方式所得到的感觉，其实就是人体对于外界刺激所做出的感应，而这种感应恰恰可以模拟现实。通过这种非传统方式所得到的信息，自然与传统方式所得到的结果不同。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况，易经占卜术并不能预知未来，它们也只能是在模拟现实。通过易经占卜术模拟出来的现实图像，我们就能发现用传统方法所得不到的信息。
比如前面所讲的，在进攻之前用卦象模拟敌我态势，结果发现了敌人偷偷增兵、偷偷调整部署、偷偷设下伏击圈等等重要信息。所以说，易经占卜术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另外一把金钥匙，只要使用得当，这把金钥匙就能为我们的行动保驾护航。所以说，易经占卜术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一门非常有价值的学科。这点需要宣传和普及，让人们都认识到易经占卜术的作用，让易经占卜术更好地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同时也能很好地促进易经占卜术的发展。这是一项长期和艰苦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努力。最后，喜欢明道的视频记得点赞和关注我。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您对周易文化有什么不同看法？欢迎留言一起讨论。